新加坡最不孝子，你们可知道是谁不？那就是李显龙的弟弟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阳。孝顺不是说孩子一定要给父母钱，而是孩子一定要记得父母，尊重父母的意愿，珍惜父母留下来给他们的东西。但在这方面，李显阳并没有为他的父亲李光耀做到这些事。要是我有这种不孝子，我就2巴掌打过去他的脸，直到他的眼泪流干为止。在这里，我要说4点有关到李显阳对李光耀不孝的行为。第一，有很多人新加坡人都知道曾经臭名的一半赛在葬礼期间侮辱大臭骂李光耀，那时候强烈支持那个一半赛的，也跟他一起合唱合舞的人就是周老板。同时那个周老板甚至在国际媒体面前说李光耀是一个可怕的魔鬼怪物。在李光耀去世后，你们可知道那个不孝子李显阳竟然做了什么东西吗？不但没有为他的父亲感到生气，他竟然能资助周老板2万新币打一个有关民事法庭的官司。只有不孝的人渣才会这么做呀！既然能吃里扒外班底出卖父亲，另外他还能资助跟周老板同类其他的分裂分子。李光耀辛辛苦苦建立了新加坡，难道要毁在这种不孝子的手上吗？要是我有这种不孝子，我就2巴掌打过去他的脸，直到尿裤子尾巴夹在双腿中间。第二，李显阳和父亲对手为友，一起抹黑他的亲大哥李显龙新加坡总理。他跟一群仇恨分子一起蛇鼠一窝，加入了那个 PSP， 捏造事实对付李光耀所建立的60年政治党派。不孝的造孽啊！带领那个 PSP 的是一位像大番薯的样子的老阿伯，那个老阿伯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一直跟李光耀作对，所以李光耀就一直看他不爽，就把他踢出党门。因为这样，他就怀恨在心。最无耻的是，那个李显阳竟然跟那个老阿伯，一个老夫子，一个大番薯，一起联手对付人民行动党，简直就是在背叛自己的家人。李显阳显然就是暗奸走狗。要是我有这种不孝子，我就2巴掌打过去他的脸，直到他的双腿发抖，滚在地上转。第三，我们知道李光耀在世时为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感到自豪。那么，如果他的儿子或孙子是搞 gay 的，他会有什么反应呀？这会损害他的名声的。然而等到他去世后，李显阳才不知羞耻地向媒体宣布他的儿子是搞 gay 的，这完全是对他的父亲一种侮辱、不尊重的行为呀！为什么李光耀在世的时候，那个不孝子不公开他的儿子是搞 gay 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知道这是家族不能公开的丑事，会破坏李光耀的名誉的。现在他继续的让他的儿子搞 gay， 搞到能批准他的 gay 的婚姻，成何体统啊！要是我有这种不孝的儿子，我就2巴掌打过去他的脸，直到他的脸肿到比猪头饼还肿。最后一桩就是李光耀留下来的屋子。李显阳难道不知道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是不能让家里的丑事往外传吗？不管家里的事有多丑，我们就是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这样做的话，会变成是一种家庭的耻辱，是会天打雷劈的。但那个不孝子为了争遗产，就不知廉耻，在脸书上为了遗产污蔑李显龙，影响他的名誉，也带来了不少家庭麻烦和压力。那个不孝子所做的一切，不是要破坏李光耀的名誉吗？丢脸丢到全世界去了。问题是为什么要等到李光耀去世后才提出那个反指的事呢？是不是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呀？关键是那个不孝子不是因为是为了尊重他的父亲的意愿，也不是因为要贪图那个屋子，而是他对他的大哥充满了嫉妒和仇恨才会这么做的。实际上李光耀已经对那个没用的阿夏亚不孝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那个不孝子忍受了50年的嫉妒仇恨，就不惜一切向他的大哥报复。
想尽办法毁灭李显龙的名誉，招来了更多分裂分子对抗人民行动党。要是我有这种不孝子，我就2巴掌打过去，看了脸直到哭叫没有声音，永远不能说话。我这4点观察已经足够能判断李显是新加坡最不知羞耻的不孝子喽。请留下你们的想法，订阅和点赞，再见。